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特别，是关于一位大陆姑娘小文和她台湾男友阿德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台湾男人没出息，这个说法在大陆一些地区确实有市场。前几天，我接待了一位从台湾回来的客户小文，她泪流满面地向我倾诉，说她错得太离谱了，对台湾的误解太深了。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我约她坐下来，慢慢听她讲述这段跨海峡恋情的经历。小文是重庆人，性格火辣直爽，在上海一家外企做市场经理，年薪30多万。2年前，她在一次商务会议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德。阿德比他大3岁，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来上海出差。丽姐，我当时就被他吸引了。小文眼睛发亮地说，阿德不像我之前接触的大陆男生那样急功近利，他特别有耐心，说话温柔又有礼貌，而且知识面很广。两人迅速坠入爱河。阿德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台北之间，每次来都会精心准备礼物，有时是台湾的特产，有时是小文随口提过喜欢的东西。小文被这种细心体贴打动了，但是当小文把这段恋情告诉父母时，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哎呀，台湾那么小，能有什么发展前途？小文妈妈一脸嫌弃，台湾男人都没出息，只会小打小闹，赚不了大钱。小文爸爸断言道，亲戚朋友们也七嘴八舌，台湾经济都停滞多少年了？听说台湾年轻人都啃老，买不起房子，还是找个大陆有为青年比较实在啊。小文心里也犯嘀咕了，虽然阿德温柔体贴，但他确实没有他认识的那些上海男生那样开豪车、穿名牌、出手阔绰。阿德开的是辆普通的 Toyota， 穿着简单休闲，虽然品质不错，但绝不张扬。他是不是没能力啊？小文忍不住问过阿德为什么不买更好的车。阿德笑笑说，我们那边注重的是实用，汽车只是代步工具，何必花那么多钱呢？攒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投资或者旅行啊。小文半信半疑，毕竟在当下的大陆，物质条件和面子往往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恋爱1年后，阿德提出希望小文去台湾见见他的家人，小文犹豫再三，最终答应了。他心里还有点忐忑，会不会去了才发现阿德家境很差，前途暗淡。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阿德开车来接他。小文注意到，台北的街道比上海窄一些，建筑也没那么高大新潮，但整体环境非常整洁有序。我家在淡水，靠近海边。阿德介绍说，是栋老房子，不太大，希望你不会介意。听到这，小文心里咯噔一下，果然是条件不好吧。汽车驶出台北市区，沿着依山傍海的公路行驶。小文被沿途的风景吸引了，碧海蓝天，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让他忍不住深呼吸。这里空气太好了，小文感叹道。是啊，我们这边很注重环保和生活品质，阿德骄傲地说。虽然可能没有大陆那么多高楼大厦和繁华商圈，但宜居指数很高哦。车子拐进一条小路，停在一栋略显古朴的2层小楼前。房子不算大，但被花草树木环绕，院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到了，这就是我家，阿德说。小文强忍着失望，这房子看起来确实很旧了，估计有30-40年了吧，比起上海那些光鲜亮丽的高档小区，差太多了。阿德的父母站在门口迎接他们，阿妈是个笑容和蔼的中年妇女，阿爸看起来严肃但很有精神。他们热情地欢迎小文，阿妈特地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小文，听阿德说你在上海工作，真是了不起。阿妈给小文夹菜，我们家阿德也很努力，就是太死脑筋，不懂变通。饭桌上，小文了解到阿爸曾是一名中学教师，现已退休。阿妈则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手工皂工作室，家庭氛围温馨和睦，但在小文眼里，这就是典型的小市民家庭，没什么大志向。晚饭后，阿德带小文参观他的房间，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温馨，书架上摆满了各类书籍。你看，这是我的宝贝收藏，阿德指着一排精装书，这些都是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收集的文学经典。小文勉强挤出笑容。在他的价值观里，
一个30多岁的男人还如此热衷于书本，而不是事业和赚钱，确实有点没出息。第二天，阿德带小文去他工作的公司参观。让小文意外的是，这家科技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环境优雅，员工们工作氛围轻松却专注。我们公司主要做半导体研发，虽然不是最大的，但在这个细分领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阿德介绍道，我们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下班后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爱好。小文看到公司里有专门的休息区，甚至还有小型健身房和图书角，这在大陆那些加班到深夜的互联网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午餐时，阿德带小文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这家店的卤肉饭是台北最好吃的。阿德笑着说，老板坚持用传统方法制作，已经30多年了。小文尝了一口，确实美味，但他更在意的是这家店的简陋环境和便宜价格，这就是阿德平时的午餐标准。在上海，他习惯了商务午餐和高档餐厅。下午，阿德请了半天假，带小文去淡水老街逛逛。老街上游客不少，但并不拥挤，大家悠闲地品尝小吃，欣赏日落。我小时候经常和爸妈来这里。阿德眺望着夕阳下的淡水河，这地方承载了我太多美好回忆。小文看着阿德柔和的侧脸，突然有些动摇。虽然他可能不如大陆那些事业有成的男士优秀，但他的生活似乎更有诗意和品质。晚上，阿德提议带小文去他家附近的一个小山坡看夜景，这个地方是我的秘密基地。阿德拉着小文的手，穿过一条小径，很少有游客知道，站在山坡上，整个台北盆地的夜景尽收眼底，繁星点点，灯火阑珊，真美啊！小文不禁感叹。是啊，每当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来这里静静地看夜景。阿德轻声说，这让我记得生活不只是工作和金钱，还有美和梦想。小文心中泛起一丝涟漪，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在他身边那些成功人士中好像很少见。第3天，阿德带小文去了一趟他的母校台湾大学，校园古朴典雅，绿树成荫，学生们或是在草坪上看书，或是3、5成群地讨论学术问题，氛围宁静而充实。我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4年，阿德怀念地说，不只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思考和生活。参观完校园，他们去了诚品书店，阿德像个孩子般兴奋地在书架间穿梭，不时拿起一本书向小文推荐。小文惊讶地发现，诚品里不只有学生，还有许多上班族和老人，大家都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台湾人这么爱读书吗？小文好奇地问。阅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阿德解释道。我爸就经常说，物质条件可以简朴，但精神生活一定要丰富。晚上，阿德带小文去拜访他的一位好友家，这位朋友叫阿明，和妻子住在台北市区的一套公寓里。公寓面积不大，但温馨整洁，充满生活气息。让小文惊讶的是，阿明居然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技术总监，年收入不菲，但生活方式却出奇的低调。买大房子不如多存点钱，退休后环游世界。阿明笑着说，再说，我们更看重的是生活品质和家人相处的时光。饭后，阿明的妻子拿出一本相册，里面记录了他们全家去世界各地旅行的照片，从欧洲到非洲，从南美到北极，足迹遍布全球。我们每年都会安排一次长途旅行。阿明的妻子笑着说，这比买名牌包或豪车有意义多了。小文突然意识到，这些台湾人并非没有能力过奢侈的生活，而是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回到阿德家，小文看着这个普通但温馨的家，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他突然发现，自己一直用大陆的标准来评判阿德，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第4天早上，阿德带小文去了郊外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是阿德5年前和几个朋友一起投资的，他们坚持有机种植，现在已经小有名气。我们没想着赚大钱，只是希望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阿德一边带小文参观，一边解释，现在每周末我都会来这里帮忙，感觉特别充实。小文终于明白，阿德不是没有事业心，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他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只是这些追求不一定要通过显赫的职位或巨额的财富来体现。
中午，他们和农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简单但美味的午餐，食材都是农场现摘的蔬菜和水果。饭后，阿德带小文去了农场后面的一片小树林。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阿德神秘地说，拉着小文走到一棵大树下。看，这是我5年前种下的，现在已经这么高了。树上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阿德的梦想树，2019年4月种植。我希望有一天，当我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在这棵树下乘凉。阿德轻声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小文望着阿德认真的脸庞，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和愧疚。他曾经多么肤浅地评判这个男人，却忽略了他内心的丰富和对未来的规划。那天晚上，小文躺在客房的床上，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他开始回想自己这几天在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过去对台湾的种种偏见。第5天，阿德提议带小文去淡水渔人码头看日落。傍晚时分，他们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望着夕阳缓缓西沉，海面上泛着金光。你知道吗？我爸妈年轻时就是在这里认识的。阿德轻声说，他们交往10年才结婚，因为想要给对方最好的生活。10年？小文惊讶地问，为什么要等那么久？我爸想攒够钱买下那栋老房子。阿德笑着解释，他说家是爱的港湾，必须稳固。虽然房子不大，但它承载了我们全家的回忆和幸福。小文一时无言。在大陆，很多人追求的是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却很少有人像阿德父母这样，为了一个简单但温馨的家园而坚持10年。其实，我也一直在存钱。阿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在台北市区有套小公寓，已经还完贷款了。虽然不大，但位置很好，周围配套设施齐全。小文惊讶地看着阿德，他居然已经在台北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还是全款的。这在寸土寸金的台北市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小文忍不住问道。阿德笑了笑，这有什么好说的？房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更希望你喜欢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我的物质条件。小文低下头，感到一丝羞愧。他确实一直在用物质标准来衡量阿德，却忽略了他的内在品质和生活智慧。晚上，阿德带小文去了台北101附近的一家高级餐厅，这是他们在台湾的最后一晚。阿德想给小文一个惊喜。餐厅环境优雅，从窗户可以看到整个台北的夜景。服务生恭敬地称呼阿德为常客，还特地安排了一个视野绝佳的位置。我每年生日都会来这里，阿德解释道。对我来说，生活中要有仪式感，这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特别。小文注意到，阿德对餐酒的选择很有见地，谈吐举止也十分得体。他不是不懂享受，而是懂得在适当的场合展现不同的一面。饭后，阿德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这是送给你的礼物。他微笑着说，希望你喜欢。小文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精致的翡翠项链，色泽温润，做工精细。这是我奶奶留下来的，阿德解释道。他说要送给我未来的妻子，虽然我们还没到那一步，但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很特别。小文眼眶湿润了。这条项链虽然不是最昂贵的礼物，但它的意义却远超过任何名牌珠宝。回国前的早晨，小文独自一人在阿德家附近的小公园散步，整理着这几天的思绪。一位正在晨练的老奶奶友善地向他打招呼，然后主动搭话。你是大陆来的姑娘吧？是阿德的女朋友？老奶奶亲切地问。小文点点头，有些惊讶，老奶奶怎么认识他？阿德是个好孩子，老奶奶笑眯眯地说，他小时候经常帮我买菜，现在有时间也会来陪我聊天。他爸妈把他教得很好，知书达理，懂得尊重老人和女性。小文听着老奶奶话，心中一暖，这种邻里间的温情在大都市里已经越来越少见了。你知道吗？阿德其实很优秀，老奶奶继续说，他在公司是核心技术人员，去年还拿了专利奖呢，只是他不喜欢炫耀。小文恍然大悟，原来阿德在专业领域里确实很有成就，只是他为人低调，从不把这些挂在嘴边。回到家中，阿德已经准备好了早餐，还特地做了小文喜欢的煎饺，尝尝看，这是我妈教我做的。阿德笑着说，我觉得自己还挺有天赋的。小文咬了一口，确实美味。他突然发现，
阿德不仅会做饭，还会照顾人，这些都是他以前认为不重要的小事，却是日常生活中最温暖的部分。阿德，谢谢你这几天的安排，小文真诚地说，我明白了很多事情。不用谢，阿德温柔地看着他，我只希望你能了解真实的我，也了解真实的台湾。坐在返回上海的飞机上，小文回想着这几天的经历，心中百感交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以为的有出息，可能只是大陆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标准，而阿德和他的朋友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回到上海后，小文约了几个闺蜜聚餐，谈起她在台湾的见闻。哎呀，那你还打算继续这段恋情吗？闺蜜小芳好奇地问。听起来条件确实一般啊。条件一般，小文笑了，她有自己的房子，有稳定且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还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他尊重我，关心我，有责任感和担当。这样的男人怎么能说没出息呢？闺蜜们面面相觑，显然没想到小文会这样评价。再说了，小文继续道，台湾的社会福利其实很完善，医疗、教育、养老都有保障。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不一味追求物质和金钱。这种生活方式难道不是另一种有出息吗？小文决定正式向父母介绍阿德，并邀请他来上海见他的家人。面对父母的疑虑，小文耐心地解释，爸妈，你们一直担心台湾经济不好，担心阿德没出息，但你们知道吗？台湾的人均 GDP 其实一直都比大陆高，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更注重平衡和品质，而不是一味的拼命工作赚大钱。扩回可是小文，爸爸还是不太理解，现在大陆发展这么好，机会这么多，你跟着一个台湾男孩，将来怎么发展啊？爸，发展不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小文认真地说，我在台湾看到的是一种更加健康、更有人情味的生活方式。阿德也不是没有事业心，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很有成就，只是不喜欢炫耀而已。妈妈犹豫了一下，问道，那他对你好吗？会心疼你吗？他特别会照顾人。小文笑着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能察觉到我的需要，给我最贴心的关怀，这比什么都重要，不是吗？慢慢的，父母的态度开始软化。当阿德第二次来上海，带着满满一箱台湾特产和精心挑选的礼物拜访小文父母时，他的真诚和教养打动了两位老人。半年后的一个周末，小文再次飞往台湾，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视角去感受这座岛屿的魅力。他和阿德一起爬山、看海、逛夜市，体验着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跨文化恋爱中，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开放包容的心态和相互理解的智慧。希望每一位寻找爱情的人都能放下偏见，用心去感受另一半的真实品质，找到适合自己的幸福。我是丽姐，我的故事讲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会。站在阳明山上俯瞰台北盆地，小文感叹道，这里真的很美，不是那种张扬的美，而是内敛而持久的美。阿德笑着握住他的手，就像真正的爱情一样，不需要太多装饰，但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一刻，小文彻底明白了，所谓有出息，不应该只有一种标准，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阿德这样注重精神世界、家庭责任和生活品质的男人，或许比那些只懂得赚钱和炫耀的人更加有出息。回到丽姐相亲工作室的那天，小文跪在我面前，眼含泪水。丽姐，我真的错得太离谱了。我曾经用那么肤浅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人，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东西。谢谢您当初没有附和我的偏见，而是鼓励我去亲身体验。我扶他起来，笑着说，好孩子，人生最难得的不是找到一个条件多好的人，而是找到一个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人。阿德给你带来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不同的人生视角，这比什么都珍贵。亲爱的朋友们，通过小文的故事，我想告诉大家，不要被刻板印象和片面认知所束缚。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生活方式。真正的幸福不在于你的伴侣来自哪里，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他能否尊重你、理解你，与你共同成长。